我老公36歲，昨天失業了，半夜12點鐘回到家的。他是90年的，馬上40歲了。我們家負債60萬，家裡有2個男孩子，一個6歲，一個5歲。我突然發現，人生忙忙碌碌10年載，到頭卻是一場空。他勤勤懇懇、任勞任怨，在土木行業做了10多年，沒有社保，沒有假期，沒有補償金，現在是一夜回到解放前，每個月的開支的話，至少要5位數以上。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呀？你這樣行業是不是？找2塊，找2塊。我看到這個姑娘一直坐在那兒，坐了很久，她需要8塊錢吃飯，因為我沒有彩票，所以我拿出10塊錢讓她找了我2塊。我幫助他人，非常的開心，非常的高興，以後在生活中也會力所能及的去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。找2塊啊，找2塊，找2塊。你今天晚飯有沒有吃嘛？就是我想問一下，現在有多少25屆的一届畢業生是仍然沒有工作的呢？我想知道現在這些大家都在幹什麼呢？沒有工作，怎麼養活自己，怎麼謀生？難道大家都不焦慮的嗎？我一直都找不到工作，現在狀態可以說是很糟糕。我幾乎就是白天一直在睡覺，傍晚才起床，吃一點東西，然後又開始玩手機，或者是在網上看一些招聘的東西。但是我覺得行業就是這樣，沒辦法，找不到的話，我也快放棄了，說實話。中國經濟持續低迷，就業環境急速惡化。12月4號，家裡供不起上班的話題衝上了熱搜，引發了年輕群體的強烈共鳴。許多受訪者直言，不上班沒有收入，但去上班反而要倒貼錢。連名校畢業生也難逃困境，成為了經濟寒冬下的無奈縮影。2025年最好笑的笑話來了，家裡供不起我上班了。在太原呢，我有一個傳媒大學畢業的朋友，畢業之後呢，在1線城市上班。博主提到，這朋友每月工資只有5000塊錢，但扣除房租、水電、電話費等固定開銷，再加上吃飯、交通等日常的費用，總支出超過了8000塊。結果每個月還得靠家裡補貼3000塊才能夠維持生活。有一天，他老爹說：“兒子呀，過年回來吧，我實在是供不起你上班了。以前你讀書的時候，一個月就1500塊錢的生活費，心想着，哎，等你畢業了，參加工作了就熬出頭了。現在倒好。”還要多借1500塊，要給你3000塊，家裡實在是供不起你上班了。哎呀，難搞哦！老有人私信我問我為啥不上班，上不起，家裡供不起我上班。我要是不上班，我一天我就吃2頓飯，我愛做我就自己做點，我不愛做我就糊弄一口，我也不出門，我也不逛街，我一天我花不了幾個錢。要是上班，一個月光油錢就500-600，完了一天3頓飯，偶爾再聚個餐，完了我這兒還好他媽。人家同事吃點好吃的了啊，我饞了，我得买啊。人家買好看衣服了，买好看的包了啊，我也不行，我也得买。完了，你说你上1個月班，你挺累的，你不得獎勵一下自己啊？賠錢上班，所以這班啊，我上不了一點，真的，家裡供不起我上班，家裡已經供不起我上班了。這個梗大家都聽過嗎？你說想想，真挺可悲的啊！好不容易把孩子大學都供完了，結果還是這種情況。不說了嗎？現在新型啃老才是最可怕的。啃老不是說你在家躺着不工作啊，这並不可怕，因為你花不多少。可怕的是你在1線城市明明有班上，還要全家人供着你上班。其實要我說真是這麼難的話，我覺得咱回老家吧，是不？搁父母身邊，你也舒服，然後父母也安心，不挺好的嗎？那1線城市不是說誰都能混起來的，遭那罪幹啥呀？不少年輕人告訴記者，家裡供不起上學，並非是開玩笑，而是許多家庭真實的處境。來自山東的大學畢業生小任剛找到工作，月薪只有2000塊錢，父母每個月還要補貼1000塊，相當於花錢去上班。他無奈地說，很多工廠半年沒有發工資，我只能做銷售，1個月2000塊錢，在濟南根本就活不下去，心裡特別難受。有上班族感嘆，不上班窮又餓，上了班又窮又餓又累，簡直是雪上加霜。怎麼感覺上班後我變得更窮了？天天化妝，防曬沒有了，粉底液也空瓶了，卸妝膏也要買新的了。為了適應職場，還專門買了幾身新衣服。為了更好的上班，我還每天花10幾塊錢去買咖啡。我的早餐是5塊錢，午餐是20塊錢，晚餐15塊錢，再加上我的房租、水電，我天哪，我在賠錢上班呢！中國經濟持續低迷，就業崗位不斷縮減，而高校畢業生卻是逐年增加。今年畢業人數達到了1222萬。創下了歷史新高，即便是985、211的名校的應屆生，
也普遍面臨着就業難題，焦慮感日益加重。现在连本科学歷都找不到工作了嗎？昨天和媽媽打電話，她說我表姐最近正在準備2戰考研，感覺特別驚訝，因為表姐22年就本科畢業了，在公司摸爬滾打已經3年了，去年開始就月薪8000了，居然因為公司效益不好被裁員了，幾百份簡歷投出去，2個多月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。來到深圳這麼久了，我也慢慢明白，現在這個就業環境，如果沒有很高的學歷或者一個擅長的技能，就算是本科學歷也很難找到工作。這些都還在投簡歷，別提25屆沒有任何經驗的應屆生了。這位博主說，他35歲了，失業1年零2個月了，沒有任何的收入來源。他四處遊蕩，沒房沒車，更沒結婚，連老婆都沒有。我已經找了1年多的工作，可是沒有一個企業要我這個35歲的中年人。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中年2個字背後是多麼的無奈和心酸。現在打開招聘軟件，外賣、快遞、銷售、保安、滴滴一直在給我推這些工作。也許35歲這個年紀已經被貼上了標籤，我們只能勝任這些工作。如果35歲的我們真的一直不被職場接納，那我們應該去做什麼呢？博主說，他目前仍住在北京郊區的一間出租屋裡，每月房租大概是2500塊，房子將在明年春天到期。他也在考慮着是否要換一個小城市生活，因為北京的開銷實在是太高，但小城市的工作機會又很有限，讓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。我是今年7月畢業的一個本科應屆畢業生，我結合了我自身的情況，還有我大學同學的一個情況，我發現我們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現狀，就是我們找不到工作。首先，我們出生的那一年基本就是01年、02年、03年。我們從大學出來之後，依然沒辦法獨立生存，還得靠父母的資助。現在我們這一批人，10個人裡面可能只有2到3個人有工作。這2到3個人中，還有1個人幹的是這種銷售類型自己不喜歡的一個工作。雖然我們的父母不會去催我們趕緊去工作。博主表示，父母雖然不會逼着我們立刻去工作，但他們始終堅信，只要勤勤懇懇，就一定會成功。或許在他們那個時代確實是如此，但如今情況已經是完全不同了，這讓我們壓力很大。我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回到家也不敢向父母傾訴，因為他們很難真正理解我們的處境，所以我們心裡真覺得特別難受。不好找，誰知道應屆畢業生那麼難找工作？都出來1個多星期了，面試了7、8家公司，人家都說我沒有工作經驗。我一個大專應屆生哪來的工作經驗？他們以為大學生畢業出來很容易找工作，但是每年畢業出來的大學生一大堆。我爸媽還以為現在大學生畢業是包分配工作的，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，想要在老家有份好工作，基本上都是靠父母的本事。带着5800塊錢，一個人在廣州，失業了可怎麼辦呢？沒有辦法呀。我給我爸打電話，我爸說回家吧，孩子，回家吧，大不了就待到結婚，反正爸爸也養得起你。我想都不敢想，我一個沒有工作、沒有經濟能力、空有學歷的人，一直在農村老家待到結婚，會跟什麼樣的人結婚過一輩子？那真是太可怕了，簡直是生不如死。今天想聊聊工作，你們找到工作了嗎？這已經是我來這個城市第10天了，已經整整10天了，依舊是失業狀態。線上聊了4、5家，實際面試了2家。我是化妝師嘛，所以我需要線下給人試妝，以這種方式就是作為我們的面試。2次畫的呢，其實都是通過的。他給我開的是2000的底薪，然後提成是5%。其實我當時想了想，我覺得是 OK 的，然後我願意。博主說，他心裡清楚這一行加班是常態，也努力學着接受，但當面試官繼續說明工作內容時，他感到有些吃驚。面試官表示，如果公司有快遞需要簽收，也由他來負責，整個工作室的衛生也由他來打理。此外呢，他還要像前台一樣接待客人，在他沒有為客人化妝的情況下，老闆交代其他雜事也必須由他來完成。博主感嘆，招聘軟體上明明寫着月薪2500，招的是化妝師，實際上呢，卻是化妝師兼打雜的。後來他回到家，繼續在 Boss 直聘平台上投簡歷，又看到一個看似不錯的崗位，便發消息聯繫，結果對方回復說，在你不忙的時候還要兼職前台，
哪裡需要就去哪裡頂上。博主覺得十分無語，一個人卻要承擔幾個人的工作。他本來有專業技能，也有經驗，但找工作還是如此的艱難。很難過，但也不得不承認，我爸媽已經看我不順眼了，我不能在這個家多待了。沒工作，沒工資，考研又沒考上，又不去考公務員，而且右腿又摔傷了，不能出去走動，天天就宅在家，吃吃喝喝睡睡。唉，如果我是家長的話，我肯定也多多少少看不慣這樣的孩子。唉，就啃老了10多天，就已經體會到了寄人籬下的感覺了。博主說，他決定明天就回學校，趕緊開始找工作。畢竟人還是要靠自己賺錢。已經成年了，如果還沒有收入，在家裡也難免會被嫌棄。他認為，只有自己掙錢才會有底氣。所以即使腳傷還沒有完全恢復，他也下定了決心，明天一定要回學校。不會只有我一個應屆生找到，今天還沒找到工作吧？我的天，已經找了好幾個月了，還是沒找到呀，兄弟們。現在北上廣深的家長其實都門兒清的，什麼我的錢、我的資產、我攢的所有積蓄，都是未來給孩子啃老的。你看現在都什麼就業環境了？斯坦福的博士生去考鄉鎮的公務員，清北的人去扎堆競爭中小教師的這種崗位，就更別說什麼985、211留學回來的人去搶這個6000一個月的崗位了。現在就是這種環境，那你說是孩子不優秀嗎？他們能力有問題，他們差嗎？顯然不是呀。博主感嘆，一個人在時代洪流面前，再怎麼努力，也往往只是杯水車薪。如今許多父母仍在告訴孩子，你必須努力奮鬥才能夠出人頭地。我當年就是這樣拼出來的。但他們當年能夠積累財富的關鍵是什麼呢？是房地產的紅利，是互聯網的紅利，是恰好踩中了時代的風口。如果還要求現在年輕人像過去一樣白手起家，那未免有些不切實際。孩子如果努力了，卻依然沒有什麼結果，這並不是他們的錯。在當下，個人成功的概率確實非常低。中國大陸經濟蕭條，就業崗位減少，找不到工作年輕人比比皆是。山東一位應屆畢業生任女士告訴記者，她所學專業是在疫情前很受歡迎，去工廠當技工，月薪能有7、8千。但今年她在工廠實習9個月，月薪只有700塊，轉正後也僅有1700元。這麼低的工資，她每月還需要父母補貼1000塊。相當於花錢上班。他還指出，網上招聘信息標注的月薪5、6千塊的大都是不實的，實際到手的只有2、3千，還常常拖欠工資，最後只能選擇回農村老家。任女士說，我學的是口腔醫學技術，但從2022年以後，這個行業幾乎是崩盤了，工資極低，很多工廠半年都發不出工資。我找不到口腔助理的工作，只能去做銷售。1個月2000塊，在濟南根本就活不下去，真的是沒有出路。家裡人也開始埋怨我，心裡特別難受。名校畢業生小張學的是計算機專業，曾在深圳找到一份高強度工作，但收入無法覆蓋基本開銷，最終辭職擺攤賣早餐。他坦言，賣早餐很累，壓力也很大，2粉烤腸都賣不掉，現在只剩一點生活費，日子很難過。另一名名校畢業生小陳學的是集成電路專業，投出簡歷毫無回音，只能在家啃老，讓母親焦慮不已。他母親說，大家都說晶圓專業好找工作，但簡歷投出去根本就沒有面試通知，我真的是很着急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